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政府决定推行某种政治实验，而在执政短短的4年时间里面，导致了全国1/4的人口死亡，是不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呢？但其实这是在柬埔寨真实发生过的一段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5月20号，柬埔寨的国家悼念日上面，从官方到民间都举办了许多的活动，纪念波布政权垮台45周年。波布是1970年代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也被认为是亚洲史上最凶恶的独裁者之一。甚至呢，还有人说他比希特勒更邪恶，因为他领导的极左独裁政权红色高棉，在1975到1979年之间，效仿了中国大跃进，推出了一系列极端的社会改革，甚至也为了铲除异己，发动了残暴的政治清洗。结果让柬埔寨上演了一场大屠杀。在他执政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柬埔寨就有大约200万人，相当于是全国1/4的人口死于非命。而这段历史呢，也被认为是亚洲史上最血腥的一页。到底柬埔寨都经历了些什么？波布为什么会做这些事？那他后来的下场又是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我们简易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的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每年的5月20号是柬埔寨的国家悼念日，人们会透过表演等等的方式纪念从1975年到1979年死于红色高棉政权的人民。而在柬埔寨的土地上面呢，也依然遍布着当时暴政的证据。根据柬埔寨文献中心的研究，目前在柬埔寨的境内已经发现了将近2万座当时的乱葬岗，里头埋了上百万具男女老幼的遗体。而这些地方呢，后来也被人称作是杀戮战场，专门指红色高棉政权大规模的杀害埋葬人民的地点。此外呢，在首都金边还有一座恶名昭彰的监狱 S21， 这里名义上面呢是监狱实际上却是红色高棉的秘密刑场，用来酷刑逼供、处决政权眼中的叛徒内奸还有敌人特工，包含了前朝政府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尚、僧侣，甚至红色高棉内部的军官、士兵都曾经被送到 S21， 而且几乎都是有去无回。记录显示这里曾经囚禁过大约18000人，但目前已知的幸存者只有7人。在红色高棉倒台之后呢，这座 S21 的存在和这里发生过的事情才逐渐被外界发现。而现在呢，这里也已经转型成了博物馆，对外开放展示这段残暴的历史。那了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或许就要从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布谈起。波布的本名叫做沙洛特绍，他在1920年代出生于法国殖民下的柬埔寨王国。父亲是富有的农夫，母亲呢则受人敬重的佛教徒。不过他在农村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当时柬埔寨教育资源很有限，所以在6岁的时候呢就被送去了首都金边给堂姐抚养。因为他的堂姐呢是柬埔寨国王的宠妃，有财力和关系送他去读书。沙洛特绍就这样子一路升学，在学校认识了不少的权贵子弟，包含了很多他日后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但当时他其实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直到1950年他拿到了奖学金去法国留学，而当时呢正好是法国左派运动最兴盛的时期。由于加上柬埔寨饱受战争殖民摧残、阶级贫富的差距悬殊，所以沙洛特绍呢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阶级平等理念吸引，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理论，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就在沙特洛绍政治启蒙后不久呢，家乡柬埔寨的政局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国王施雅努的带领之下呢，柬埔寨在1953年脱离法国殖民独立，而沙洛特绍呢也因为心系国家，决定放弃学业返国。施雅努虽然实际立场亲共，更和中共的关系密切，但他因为担心内政不稳，上任之后呢就开始打压国内的左派运动。所以沙洛特绍回国之后，就一边当数学老师教书，一边暗中的参与地下共产党组织，并且一路当上领袖。而这个组织呢，就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前身，也被称为是赤柬。
那原本赤柬呢一直被施亚努给打压，但越战的时候，亲美的柬埔寨军方势力趁机发动政变，让施亚努被迫流亡中国。当时沙洛特少呢就决定改变方针，跟施亚努合作，借着施亚努的关系和名望来获得中共支持，并且煽动民众反抗军政府。而为了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美国就对柬埔寨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结果这反而让民心呢更反对军政府。最后在1975年呢，赤柬成功的推翻了军政府，沙洛特少也成为了柬埔寨的实质领导者。不过即使在掌权之后，他也还是继续的在暗中活动，不仅呢设法误导外界以为是施亚努政府重掌权，更对外界呢隐藏整个柬埔寨共产党存在，只以安卡也就是高棉语当中的组织代称。甚至他还切割了自己沙特洛少的身份，化名为波布掌权，就连很多红色高棉内部的人呢都不知道波布的真实身份。即便如此，波布政权呢因为有中共党靠山，再加上美国因为越战经验不想要再插手东南亚政局，所以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那在坐稳了大位之后呢，波布也马上就展开了他的柬埔寨改革大计。波布改革的目标呢是要彻底的改造柬埔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以农业为本、自给自足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所有的国民都变成无产阶级农民。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就模仿了中共的大跃进，推出了一连串的改革政策。首先呢是强制主要城市的居民集体的迁移到农村，表面理由呢是躲避美军的轰炸，实际上面则是因为他们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和外国影响的温床，所以想要借由轻工城市来消除城市阶级，并且推动农业的集中化。而为了彻底的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也关闭了银行，取消货币跟私人财产，工厂、商店、土地全部国有化，人民生活的一切呢都改由国家统一控制跟分配，人们开始被迫在集体的农庄里面强制的劳动，从食衣住行甚至是婚姻，全部都由国家决定。同时呢，为了让所有人都专心务农并且防止反对或质疑共产主义的思想出现，所以呢，也下令关闭寺庙跟学校，全面的禁止宗教还有教育活动，甚至舞蹈音乐等等的文化活动也不放过。那这样子的极端改革不仅没有达到自给自足的标准更是呢把本来就因为连年的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柬埔寨进一步的推向了深渊。波布的改革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人道灾难，大规模强制迁徙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医疗住房或者粮食支持，再加上集体农庄的高压劳动，导致许多人因为疾病、过度劳动或营养不良而死亡。而且所有质疑或不配合政策的人都受罚，所以有很多人呢是直接在迁移还有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就被士兵就地处决。同时在失败的内部管理之下，高层定出了不切实际的产量目标，使得下级的官员为了达标谎报产量，导致呢柬埔寨明明产量不足，还继续的出口粮食，引发了全国性饥荒。在荒腔走板的改革之后，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灾难，还有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对象包含了前朝政权的军官、王室成员和大量受过教育的精英阶级，比如医师、老师等等。还有的人呢，只是因为戴眼镜看起来像知识分子就遇害了。甚至红色高棉的成员也是清洗对象。由于柬埔寨跟越南的冲突不断增加，波布也对内展开自我清洗，以肃清党内的侵越分子、特务间谍为名，大规模的逮捕处决红色高棉的官兵，其中呢更包含了不少他的老友旧识。不出4年的时间柬埔寨呢就有大约200万人死在红色高棉的暴政之下，因此这段历史呢也被称作是红色高棉大屠杀。但杀戮还不止发生在柬埔寨。1978年，红色高棉军队入侵越南在边境城镇8处烧杀掳掠，更是呢造成了3000多位的平民身亡。而正是这个行动呢，加速了红色高棉的倒台。柬越两国自古就冲突不断那虽然最初呢，柬埔寨共产势力跟越共有很深的渊源，但波布掌权之后呢，就一直很提防越共，再加上中苏交恶的背景，让亲中的柬埔寨呢跟亲俄的越南有了更多的摩擦。然后1978年柬军的这个挑衅之下呢，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由于柬埔寨民生凋敝又有一些红色高棉的官员倒戈越共，所以战况呢可以说是一面倒。很快的，越军就占领了柬埔寨全境，并且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以波布为首的红色高棉残党呢，则逃到了邻国边境，靠着中国的支援，跟越军打了10年的游击战，直到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才结束。但回到柬埔寨之后呢，波布选择继续斗争，拒绝和新政府和谈，甚至扬言要杀害归顺新政府的前部下。但这时候波布年事已高，后来更因为中风从主导的位置退下，所以红色高棉的成员呢，还是纷纷的向新政府投诚。同时留下来的成员也开始分裂。1997年，波布更被红色高棉的新领袖逮捕公审，隔年更传出红色高棉同意把波布移交给国际审判。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波布突然去世了。
他的死因至今还众说纷纭。红色高棉呢声称是病逝，但也有分析认为他是死于毒物，推测呢可能是他畏罪自杀，或者是红色高棉的高层因为不想要让他受审而下了杀手。无论如何，波布呢直到最后都没有正式受审，而死前的最后几段访问当中呢，也还是声称自己良心清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不过绝大多数的历史评价都认为，波布带给这个国家的是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够复原的巨大伤害。红色高棉政权不仅让上百万人过世或成为难民，也导致了国家人口经济结构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即使近年柬埔寨的经济快速成长，但是呢，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全球最低度的开发国家之一。红色高棉对于教育文化打压呢，也使得柬埔寨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教育断层，甚至红色高棉的集权阴影呢，也还持续的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生态。前总理洪森呢，就独裁统治柬埔寨将近40年，到去年才交棒给儿子。而其实洪森原本呢也是红色高棉的军官，但检越战争时呢选择倒戈到了越共，所以后来得到了掌权机会。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的柬埔寨政商高层呢也都是红色高棉出身。而在加害者手握重权的状况之下呢，柬埔寨的转型正义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比如2003年，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虽然合作成立了特别法庭，要审判红色高棉的官兵，但柬埔寨当局呢却以维持国家和平稳定为由，多次的介入，阻止法庭扩大调查起诉范围。结果这场花了上亿美元10几年时间的审判，到了2022年做出最终判决时呢，一共只有3名前红色高棉的高层被判有罪，而且呢，只有其中1位有公开认罪忏悔，另外2位呢，只是跟波布一样，始终否认罪行。说到柬埔寨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除了吴哥窟之外呢，可能就是近年常在新闻上面看到的诈骗园区。但柬埔寨有过怎么样的历史，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像就比较少被讨论到。所以虽然应该会被黄标，但我们还是决定做一集来介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那我们也有看到有说法是认为柬埔寨就是太过拘泥于这段历史，才没有办法向前看。那我们其实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反而觉得，如今柬埔寨之所以还活在红色高棉阴影之下，方方面面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这是因为对于过去的审视跟检讨还不足够。而这种转型正义的困境呢，除了是因为很多后来的掌权者都是红色高棉出身以外，也有分析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当时很多的加害者其实也同时是受害者。因为波布政权的迫害对象也包含了大量红色高棉的官兵，有人因为质疑波布的政策或选择离开组织，全家人都被处决，而其他很多人呢，则怕得不敢反抗或离开，这导致了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使得追讨罪责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跟困难。不过老实说，我们觉得就算不是这种状况呢，就算所有人都是像波布这样子的完全加害者，也都被绳之以法，好像也不能说转型正义就落实了。因为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背后呢，也跟法国的殖民、美国的轰炸、中国的协助等等的外在因素有关。波布传记的作者钱德勒呢，在书中也有提到，波布是时代的产物，是2战后柬埔寨的社会文化阶级制度形塑了他的思想，也让他有机会崛起跟掌权。那虽然这样追溯下去，感觉好像无止无尽，会让人疑惑说，所以转型正义到底是什么？要做到哪一步才算是落实了？不过我们自己是觉得，或许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把转型正义当作是一个本来就必须持续下去的讨论过程，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尝试厘清反思的习惯，可能反而更可以帮助人们随时自我提醒，避免重蹈覆辙吧。好的，那最后呢，就想问大家，你觉得柬埔寨的转型正义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继续向所有的加害者问责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都不该当这种政权的爪牙。觉得应该要告一段落了，毕竟活在历史当中，不如活在当下往前看。所以如果追讨正义很难，至少呢从教育做起，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不要重蹈覆辙。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红色高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柬埔寨诈骗园区以及马来西亚共产党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